呼伦贝尔大草原自驾第一站。本集影片将带您前往离呼伦贝尔市区最近的代表性景点伊塔两寺景区与穆尔格勒河，一个承载着历史与信仰的圣地，一个是被誉为天下第一取水的草原明珠。右转，然后到达你的目的地。伊塔两寺位于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从市区向北驱车10来分钟就到了。景区一直在建设中，大门口荒草丛生，感觉像是废弃了一样。好在现在还不收费，可以开车直接进入。伊塔两寺景区正式名称是两河圣山旅游景区。伊塔指的是慈济金刚塔，两寺指的是达尔吉林寺、万佛寺。虽然现有的伊塔两寺规模已经很大了，游玩每个寺庙都要开车才能到达，但景区的野心不仅于此，还在建设中华天竺院、佛教8大胜景复原等建筑。原本是要打造中国最大佛教文化综合体，但以目前状况来看，能否全部完成，要打一个问号了。慈济金刚塔是藏传佛教建筑，建于2007年，建筑海拔744.7米，是由塔基、塔身、相轮、刹顶组成，有9层，塔高88.888米，塔基99乘以99米，白塔高耸洁白，象征着纯洁与吉祥。站在塔下抬头仰望，仿佛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宁静。欢迎大家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站在山顶远眺，呼伦贝尔城区与草原风光尽收眼底，城市与自然在这里融为一体。达尔吉林寺也建于2007年。寺庙的主体建筑风格为汉藏结合式，是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庙，汉称昌盛寺。达尔吉林是藏语称呼，寓意祈福呼伦贝尔草原繁荣昌盛。寺是由5个主殿、6个配殿和僧房、活佛府、斋堂、居士院、钟鼓楼、佛学院等建筑构成。请香处大门紧锁，需要请香还需要找僧人特意开锁，经营的相当佛系了。最后来到万佛寺，原来的万佛寺位于呼伦贝尔市区，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复建的万佛寺于2014年完成，主
主体建筑群沿中轴线布局，包含了三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及9层重檐万佛宝塔。塔内供奉着万尊佛像。一塔两寺景区规模很大，因为建设时间不久，寺庙香火不旺，即使旺季游客也不多。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旅游体验反而还算不错。离开一塔两寺，驱车前往呼伦贝尔草原深处，来到了草原第一取水莫尔格勒河景区。朝京藏汉方向行驶。和一塔两寺的人少形成鲜明对比。进入莫尔格勒河景区的内部道路，车辆已经大排长队。有上千个车位的停车场也停满了汽车。游客中心位于景区南部的主游客中心，以草原地区最典型的民居蒙古包为建筑造型。景区以莫尔格勒河流域为中心，呈东北、西南走向狭长分布。景区不收门票，只需要购买观光车票。观光车全程往返86公里，票价为每人40元。景区现有2个游客中心、3个观景台、2处景点、2处营地宾馆、茶歇等业态。之前从网上攻略了解到，3处观景台风景最好的是最远的第3观景台，于是我们坐观光车直奔第3驿站。第3观景台也称浩陵温都日驿站，浩陵温都日源于蒙古语，为高远的意思。去往观景台有2条木栈道，可以从右侧相对平缓的栈道上山，再从左侧台阶更多的栈道下山，相对来说会更省力一些。
观景台直径约40米，以日月围绕为造型，寓意民族团结，是高差最大的观景台。视野极为开阔，可完整欣赏莫尔格勒河的风光。这条河被蒙古族人称为生命之河，它蜿蜒盘旋在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曲折如玉带，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站在观景台俯瞰，河水像银色的飘带，勾勒出一幅幅天然的水墨画。随着光影变换，河畔的牛羊悠闲吃草，牧民的蒙古包点缀其间，仿佛走进了一幅会动的画卷。除了3个免费的观景台外，景区内还有金帐汗等一些蒙古部落，可以骑马体验草原项目。商业化比较严重，在景区内的飞行俱乐部还可以乘坐滑翔机，想要挑战的话，需要留足时间。乘坐游览车最后回到游客中心，游客中心内有各种餐饮店，鹿肉水饺和烧麦倒是不常见。看了下各种商品的价格，都也算合理。下一集我们继续向北，探访蒙古族的发源地额尔古纳，到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民族乡恩和，感受民族融合。欢迎订阅。